吴娘子，我留在国公府真的不妥，更何况还有玄剑司。玄剑司那边我已然打过招呼了，最近也没什么案子，断没有让一个受了伤的人天天瘸着去上职的道理啊。可是，别可是了，你既然救了我，就是我的人，听话，别担心公务了。我好歹是个县主，养你这样的小郎君，养10个都没问题。你想养10个？你这腿是连了脑子吗？腿瘸了一条，话也只听一半。要我说啊，我二娘子提心吊胆照顾了梅司使一夜，又何必说话这般硬？是我愚钝了，多谢五娘子细心照顾。梅司使放心吧，我已给你府上送信了，安心住下吧。多谢了，我一夜未归，只怕他们会担心。担心是担心，不过气力依旧旺盛。小郎君要去哪儿啊？谁？给你送干净衣服。怎么是你亲自来？那你想是谁？我不是这个意思。小郎君可有听说过偷衣服的故事？什么故事？说从前有位凡人男子，以农耕为生，日子过得很艰苦。有一日，在男子农耕的田里出现了神迹。神迹告诉他，3日之后，会有神女到山中小溪洗澡。男子将信将疑地去了，果然遇到一位女子。女子美丽非凡，男子一见倾心，于是便听从神迹所说，拿走了女子放在溪边的衣服。女子洗完澡，发现衣服没了，便只能留在水里。男子随即出现，两人一见如故。之后，神女便留在人间，成为了男子的妻子。两人男耕女织，幸福美满。怎么样，感动吗？这故事，该不会是五娘子自己编的吧？自然不是，前朝话本里写的。话本中竟有这般荒诞不经的故事？哪里荒诞？神女竟会对偷自己衣裳的人一见如故？或许那男子生得好看。见人见心，见心明性，这男子的人品确实不可。就因为男子拿了衣服？这男子生活不顺，不想着靠自己努力改变现状，却寄托于靠娶妻来改变命运。那若是你，你会如何？我只知道，他若对神女真心，
该安顿好一切，再行求娶，而不是在身不稳、心不安之时，将喜欢的女子拖入同样的境地。这故事听起来确实有些毛病，许是我记错了。你在讥讽我？我没有讥讽你，你我和他们不同。哪里不同？我们确定要这样聊天吗？找梅斯时，把师哥交出来！顺着那边往前走，第2个院子便是了。师哥，郎君，师哥，郎君，师哥，你们怎么来了？郎君。师哥，你没有受伤，有没有被占便宜？有没有失身？别胡说。郎君，你还记得我吗？你有没有什么奇怪的地方？放心，我好得很，也记得你。郎君记得我就好，记得就好。总怕郎君这一摔把脑袋摔坏了。你脑子才坏，他脑子没坏，坏的是腿。我还不知道郎君坏的是腿吗？郎君，我给你揉揉。哎，等，揉揉就不疼了。文化。那郎君这么久不回家，是舍不得这里的锦衣玉食吗？还是谢文化做的饭菜不合胃口？不是，是不方便出去。是啊，师哥，你在这养养吧，反正他做的饭菜太难吃了。做的难吃你还吃那么多？郎君，你要不到院子里晒晒太阳？听说晒太阳好得快。所以，小师兄，到底什么情况？天灯节城楼之乱，只怕并非人为。是，你说什么？那夜，你没有丝毫的察觉吗？那夜，我有事儿，没有注意。此事背后若真是另有渊源，怕是免不了与妖氏有所牵连。这一次许是有机会找出妖氏所在。有道理。眼下我腿脚不便，只能劳烦你去打探打探，查查当日异象的线索。当然没问题，这等跑腿的事儿我最擅长了。不过什么？现在全长安都传遍了，说小师兄被打断了腿，要入赘国公府。什么乱七八糟的！我就知道他们是胡说八道。你跟那县主明明什么都没有。小师兄，我和县主也不是什么都没有。这话什么意思啊？真的被占便宜了？是我的问题，我好像喜欢上他了。喜欢？哪种喜欢啊？人少则慕父母，知好色则慕少爱。这世间男女是哪种喜欢，我便是哪种喜欢。小师兄，你怎么能被一只狐狸精蛊惑了？他不是狐狸精，没有蛊惑我。小师兄，你下山太久是不是忘了？长息宫之人不得动情。我没忘。那你们
不会有结果的。我并没有打算同他婚娶。你喜欢他，却又不打算娶她，我怎么没大听明白？你来问我，我便坦诚我的心意，仅此而已。我最近读诗，诗中写道：“安能追逐人间事，万里深同不系舟。”我虽生爱慕，但心有挂碍，只是求因，不求果罢了。小师兄，从小到大，你在我心里都是像月亮一般的人。虽说很难，可是修仙之人谁不想飞升成仙？若是有那么一人，那定然是你。你自小心思淡薄，对世间之事大都没什么兴致。可这次长安相见，我发现小师兄你与过去不同了。你瞧瞧，你都开始读诗了。你以前从不干这些没有用的。小师兄，我不懂。或许是因为夜里太冰凉，所以想拥有一道光。慢点。郎君，那我们就先回家了。回家后别打架。放心吧。走吧。郎君怕猫，是不是该离开比较好啊？可我现下就是只猫，也不能太通人性吧。不过撞见人，所以离开，想来也说得过去。小家伙，不可能，他不可能看出我。你是下不来了吗？这声刚好些，怎么又开始忙公务啊？一段你的剪影，随寻香满屏。门庭之夜的轻盈，寄相思云缕。可借这海烟和景，聊表我柔情。而那句心悦君心，却羞于言明。与你的深情，我如有一夕光晕，目光所及都灿如星。此生岁月以你为名，是我的笃定。纵流水无尽，也紧随你真心。此生岁月以爱为邻，何惧翻山越岭？你是我负今生的来意。
吴娘子在做什么？钓鱼。胃口不错。胡珠送来的。胡珠娘子倒是好心。重刑犯嘛，总得吃好一些。什么？没事儿。吴娘子有心事。我在想，若是有机会，也在府里建座金屋给你住。然后让我在里面唱长门赋啊！你竟然知道这种野史故事？刚看完，五国公府，藏书丰富。藏书是挺丰富的，都让你给学杂了。学杂了便罢了，还将我比作负心郎。谁让你总胡言乱语捉弄人啊？这不像你平日里会说的话。我的意思是，若没想明白的话，不能说；力不能及的承诺，也不要做。小郎君从不信口开河。焦师兄，你下山太久是不是忘了？长西宫之人不得动情。我没忘。那你们不会有结果的。我并没有打算同他婚娶。我虽生爱慕，但心有挂碍，只是求因，不求果罢了。我该走了。你不问问我？为什么？问我去哪儿？请问五娘子去哪儿？跟别的男子有约。那早些回来。我会回来的。梅家郎君怎么还未休息？哦，我在等五娘子，这眼看都快到子夜了，她还未归，我有些担心。梅家郎君不必忧心，我家二娘子喜欢玩闹，一向晚归，有时也会宿在如意楼，辰时方回。可她出府前说过，今日会回来的。我再等等吧，不知道为何，我总有种不好的预感。梅郎君多虑了，这长安城里还没有人能欺负得了我家二娘子。
这深夜造访人家，会不会不礼貌啊？大半夜的，在干嘛呢？等你回家。幸好我回来了。你这是打架来着，累得很。为何又打架？因为不喜与人纠缠。你说的话总是让人听着不可信。真的，那位年纪大了些，我还是喜欢年少的小郎君。你腿好些了吗？恢复得很快。那送我回去应该没问题。如果从不曾写好，怎知这情愫会越发温柔？像每月呵护着枝头，那一年花开，倒映细水长流。命运牵起缘分的手，你我要不要先起来？这样让人看到了不好。迷雾上楼，相伴天地同游，情浓处看相思红透。怦然理会，望昨日如风，当时的朦胧依然还在心房中跳动。愿我一字一允诺，愿你归来皆笑容，张开心交付，融入星光长空，深情不约而同，爱执着影踪，余生长相厮守，年岁过。师哥，你们在做什么？你又在做什么？我，大半夜跑来这干嘛？我这不是着急找你吗？放心吧，师哥，我知道是大半夜的，特意翻墙进来，没敲门，就怕别人说咱没礼貌。找我做什么？说起来也没什么，就是突然想起一件事儿。说。天灯节那日早上，我巧遇梅四郎，他说见到一个妖怪般的黑影。我当时觉得太扯了。那你现在回想，可是觉得有意啊？
就宁可信其有，反正当时没觉得有什么妖异。那你可有觉得今夜的天象有些妖异？妖异有吗？没有啊。罢了，你先回去吧，明天我们再谈谈。好，终于有点正式感了。哎，门在那儿，以后不许随便翻人家外墙。知道了。好强的运气！不化蛊，竟是不化蛊引起的妖变。梅竹雨，小郎君，怎么回事？他为何和我一模一样？天使大人，若你能放我一命，我就告诉你那与你同行女子的秘密。既是秘密，那你便该守着，就连同你的性命一并封存了。长安地界，突降天祸，水泊难觅，不知其源。衙门讯问，只有数名百姓恍惚曾见妖影流窜。长安自古有妖事传说，长久不衰。妖魔鬼怪，魑魅魍魉，须得除恶务尽，诛尽杀绝。开着门，你不怕我着凉啊？如今夏日，雨或夜里最是冷暖适宜。想来五娘子若不是昨夜淋了雨，也不会烧起来。你不会照顾了我一夜吧？顺便看了几本书。什么书啊？好看吗？
一般。为何一般？我不明白，为何这些画本的终章都是郎才女貌、锦绣良缘、恩爱一生、白头偕老。可是这种画本结局不都是团圆美满吗？男女婚姻就是团圆美满。若这些故事是为了成婚，而女子无其他事可做，婚后命运又被一笔带过，多少显得他们的一生有些潦草。若是有些人知道你这么说，肯定会说你好为人师，妄自尊大。我也就是同你说说罢了。感觉好些了吗？还烫吗？不少了。快点儿！够了。你笑什么？无事。突然觉得真好。好就多吃些。看来武二娘子忙得很呐。坐下一起吃。怕是没那个心情。我突然想起，我得去如意楼一趟。明庄，你看着梅郎君吃药。二娘子放心。对了，等下梅郎君离开时，小心门口那第2层台阶，从前陪小珍练剑时弄坏过，虽然修补，但却仍是不太牢固，常会绊人。我也有事，出去一趟。梅郎君，这是县主给您准备的药和药后糖果。那这糖我就拿走了。好，不过平日里少吃些。小师兄，长安国都向来熙攘繁华，这个什么妖氏，你说是真的存在吗？虽说妖氏传说虚无缥缈，可无风不起浪。若妖氏真的存在，那么隐秘难寻，也是情理之中。这都难寻了，还从何找起？难道你没发现今日长安有些不对劲吗？挺对劲的呀，大晚上的都回去睡觉了。
我的意思是，昨夜天象有异，恐是有妖。有妖？不可能！我这船都转了个遍，也没察觉什么异象啊。四哥不是说过，他见到过。真的是这样？梅司使，黄佐领，梅司使，这是去哪儿啊？表弟出至长安，带他来转转。来柳巷转，都是长安风致。理解，理解。不过，在下还是劝二位一句，去别处转转吧。为何？最近长安柳巷风靡起一种禁药，此物于人有害，却离经不止。我等本想封了这柳巷，仔细探查，可没想到，来往的高门大户、官宦子弟实在太多，着实拦不住。既然如此，我们便不打扰了，告辞。梅司使早些休息。那黄佐领不是说这巷子也不拦着吗？咱们直接进来就好了，为什么还要演一出假装离开又偷偷折返的戏码？他们不是不想拦，是拦不住。黄佐领是五娘子的好友，我不想连累人家费心。又是你狐狸精！我让你带的东西呢？哦，为何要乔装？我是玄剑司司使，朝廷官员来这种地方，终归是不好解释。哦，有了。这是什么？九阴丸，可让人服下之后，在2个时辰内变换音色，令谁都听不出是师哥你的声音。这可是我收藏的宝贝之一。哇！什么情况？不是说变换音色吗？怎么哑了？罢了。你的宝贝永远都让人防不胜防。其他东西呢？放心，师哥，这回绝对不会出岔子了。瞅瞅，简单有效，立竿见影，且保证万无一失。你确定不带一副？不带，多闷得慌。再说了，我霜降大师行走江湖，最爱露脸了。之前四哥提过的那妖影，也是在柳巷附近出现的吧？正是。这人呢？人都去哪儿了？人都奇了怪了，姑娘都去哪儿了？哎呦！呀，好生俊俏的小郎君啊！我不是来玩的，我真不是来玩的。美人，我来了。美人呢？这儿。这是53。这位客官，想来也是走错路了。这是何处？这儿，玉农馆的空屋子罢了。什么声音？哦，没什么。我去里面看看。不可。凭何不可？
你醒醒啊，郎君！醒醒啊，没事吧？什么美人啊？怕不是又吸食多了50散吧？哎呀，先把郎君扶起来。长安这地方也太吓人了，幸好我跑得快。小师兄，咱们还是回山上吧，这里真不是人待的地方。是啊，这里的确不是人待的地方。大师兄来信了。听闻长安妖乱，失地重伤，盼两位速归，共商大计，除长安妖孽。怎么样，师哥？我们今早启程回去吧，到时候再带着师兄们杀回来，也为你出口恶气。长西宫避世100年，如今想重回长安，只怕没那么简单。大师兄既然提出来，说明早已深思熟虑。更何况，降妖除魔本就是我们长西宫弟子的使命。别说避世100年了，哪怕是避世1000年，此刻也该义不容辞。我昨夜虽进了一次妖室，但太过于匆忙。妖室里面到底什么情况？其实我心里也没底。那怎么办？我暂时留在长安，继续打探妖室的情况，再从长计议。这长安真的这么乱吗？小郎君，他们都说我今年的桃子没结好，你还是到别的地方去买吧。那儿，到他家买吧。无妨。老人家，帮我装一些。这桃好吃吗？小郎君，小娘子，实在是不好意思，我这上了年纪了，口里吧也尝不出什么滋味。这桃子酸吗？酸。无妨，我喜欢吃酸的。为何喜欢吃酸果？小时候住的地方有一棵枣桃树，结的果子又小又涩，比这个酸多了。可我每年都期待那棵树结果，因为只有那棵树的果子，没有人惦记，都是我的。哎呀，难得小郎君喜欢，来，小郎君，再多拿2个啊！哎，多拿2个。哎，我跟你说，这桃树可不好养活了，一旦过熟，又苦又涩，生的呢还酸。哎呀，这大好时光啊，太短了。多谢老人家。
西山，夏花将至，不如我们一起去看看。好。我看府上的画本里，都是郎君折花送与娘子。那些画本都一般的很，也有女子折花送男子的。是我狭隘了。若牵那头驴子来，就跟上次一样了。上次西郊之行，其实我曾梦到过五娘子。梦到我什么？行轻浮之举。我就说，自那之后，你就变得奇奇怪怪的。无妨，我梦回来便好。狐狸精！你说什么？那吴二娘子真是只狐狸精！霜降大师，你骂人可以，不过你下次骂人的时候可不可以换一个词？别老狐狸精狐狸精的。难道还有比狐狸精更贴切的词吗？你干嘛？我看见你变火大，滚！可惜花期将近，若是有什么法术，能让百花常年盛开便好了。四季变换，花开自有其时。便是有法术，也不该违背天理。你笑什么？想起了国公府的猫。哪一只啊？一只梨花猫。你不怕它？它很是和善，倒是与我有些投缘。它那不是和善，它是怜香惜玉。它定是喜欢你生得好看，恰好我也喜欢。下山太久，是不是忘了长西宫之人不得动情？这不合规矩。小郎君，有些时候不用这么讲规矩的。我伤势应该好的差不多了，也该离开吴国公府了。你要离开？是。那我呢？什么？你没有其他话要跟我讲？你要走便走，我还能强留你不成？小郎君光风霁月，想与我保持距离，那我也得识趣一些。
走。驾！师哥，他们驾走的是你的车吧？时候不早了，我们也赶紧回城吧。怎么又没车，又没马？有脚。把行囊拿上。哦。今夜就在这儿歇脚吧。先吃。慢用啊，慢用。哎呦，二位，这边请。二位是打尖儿还是住店呢2间厢房，2碗阳春面。还要那个碟松醋鸡、秋葵炒肉、冬苋醋芹，水盆羊肉，还有糊饼。您能吃了吗？你管那么多干什么？付得起。嘿，劳烦坐吧。哼。哎，小师哥，你说那人是不是有病啊？还没入秋呢，穿这么多，我都说得冒汗了。勿讲他人是非。这是房牌，请说。既然要吃这么多，那你也得动一动，把这些行囊放到屋里头去。哦，好。几位，打尖儿还是住店？看不出来吗？这阵势，老子们打劫！打劫！郎君很是阔气啊！别过来！你说不过来就不过来，以为自己是大仙儿啊？还笑？交钱？交钱呢？没有。怎么不肯给？在下身上并无半两钱财。我看你这身装扮，出远门不带钱，不太可能吧？带了，不过包袱在屋里，不如我带阁下去取。
不必。你当老子是第一天出来混呐？像你这样细皮嫩肉、自作聪明的人，老子见多了，还想骗老子？小二，哎。 找到报复了吗？ 13小4，去2楼。好。人呢？回个话呀！ 都说欲壑难填，看来古人承不起我。哎，奶奶的，你的房间会吃人吗？怎么上去都没动静啊？不如你亲自去瞧瞧。我？不然他们都上去了，你可要掉队了。嘿。 怎么还有一个还不上来啊？就这个最聪明。小二，报官。快点！ 走，走！哎，瞪什么瞪啊？郎君，在下昆州裴季雅，多谢二位相助之恩，不知二位高姓大名？在下梅竹雨，这位是舍弟双将。 不必多谢，方才之事也是为了自救。恩情自是该报的，不知二位用过晚膳没有？不如在下做东，聊表谢意。师哥，要不……多谢，请。 双将郎君若还有疑，但问无妨。你怎么穿这么多？我有病，娘胎带的。我自小身体羸弱，见不得光，3伏天都得多披2件。哎呀，真是可怜人。 双将郎君，下一问是？没了。今日见到梅兄，是裴某有幸。梅兄智勇双全，裴某不胜感激。在下不会饮酒。小师哥不喜饮酒，裴郎君，我陪你喝。以茶代酒。郎君风尘仆仆，可是从长安而来？正是出来游玩。真好。我自幼长在长安，
后来因家事离开，现居昆州，很多年没回来了。早听说长安现在清静许多，各界都颇有规矩。裴郎君所言各界是指？裴某说的是，朝廷各部颇有规矩。郎君莫怪，小生素日以制香为好，对气味颇为敏感。说起来，郎君身上的气味倒是颇为丰富、有趣。什么味道？身上有一些心柔制皮革的气息。马鞍可是新配。你怎么知道？梅郎君身上还有些许药味，艾叶、桂枝。近来可是受过伤，这都闻得出来。还有一些女子的气息。这句是玩笑。我见梅郎君一表人才，想必有不少女子心者，各自打趣。说到女子，倒是想起我的青梅竹马。还记得小时候，我身体不好，外人见了我，避而远之。只有她待我不同，我与她心心相印，情投意合。只可惜世事不如人愿，家中远迁，去了昆州，将我二人分隔天涯两地。我这半生，为了我这陈科旧疾，吃了不少苦。可再苦，我都忍得下去。我总记得，我唯一一次哭，就是因为他。以前身体不好，纵使心中万千喜欢，也不敢求娶。如今身体渐愈，我立刻奔赴长安。这一次，定不叫他失望。裴兄弟不远万里奔赴长安，用情至深，真是感人肺腑啊！郎君呢？可有心仪之人？有。可否说说二人的故事？人生自是有情事，只是我与他没这个缘分。原来如此，梅郎君有出世之见，可我就是个俗人，只想和他结发夫妻，长长久久。梅郎君，不助我一句。相去万里，也可深远心近。若彼此真心相待，天定不负人意。多谢郎君。这是我最近吃的最饱的一天啊！这裴郎君人真不错，小师兄，你认为呢？奇怪。奇怪？哪里奇怪啊？我觉得这裴家郎君
同我们有点交浅言深了。嗨，这裴郎君看着身子虽然弱了一些，可为人还是挺热情的，估计就是爱说话吧。也许吧。怎么了？没事，应该就是吃太多了，休息一下就没事了。把手给我。怎么样？没生什么重病吧？看脉象来说，像是吃坏了肚子。行。可为何还有一丝中毒之象？走，去找大夫。哟，这是怎么了？二位慢走啊。我带你离开时，曾留暗符在门上。探身符，可见来人所用术法。若来者用的是阴邪之术，会显黑色；若用的是道术，则显白光；若是普通人，则无光亮。那朱红色是邪修。邪修？师父说过。我怎么不记得？所谓邪修，是西域的邪术，以血肉为眼，用来驱动术法。虽然术力有限，但是修炼的方式却极端残忍。我想你会中毒，应该是有人刻意而为之。可是，那我是什么时候中毒的？我跟你同吃同住，怎么会只有我中招？方才那宴上的酒，我没有喝，吃的我也没有碰。小师兄说的是那裴寂啊，可是他为什么恩将仇报呢？如果他是故意的，那么所谓的恩情，说不定也在他计划之内。况且，他方才还提到了长安各界，如今又事关邪术，不得不防。那这怎么防？你即刻启程，赶回长西宫说明情况。我回长安，探探他的底。好。你可知道昨夜如意楼的事啊？听闻清河县主又有了新欢，这吴二娘子啊，还真是一如既往。就我，还有忙能帮得了你？对，四哥常年周转各家宴席，可有认识城门郎的关系？我还真认识。何事？从城外回来的路上，发现一个形迹可疑之人，我想打探一些情况，解除心头之虑。你若是不着急，给我2日时间，我去熟悉一下，到时候问何事都成。行，那麻烦四哥了。小事。对了，我回来路上听到有许多人提起五娘子，她还好吗？她好得很。你这一日不在长安，我贞姐已经翻篇了。这如今是新人胜旧人，你已经成旧闻了。现在长安议论的是清河县主在如意楼和一年轻郎君众目睽睽，举止亲热，
年轻郎君。不逗你了，这传闻一半是真，一半是假。哪一半真，哪一半假？亲热是真，新人是假。此话何意？就是这个郎君不是新人，那就是我甄姐的青梅竹马，她舅家的养子。昆州裴家大郎裴季雅。在下昆州裴季雅。探身符，可见来人所用术法。那朱红色是邪修。梅郎君，你回来了。五娘子呢？后院，府中有客。果然是你。你怎么来了？原来裴郎君来长安要寻的是五娘子。惊不惊喜，意不意外？原来梅郎君是冲着表哥来的。你们的事情我听表哥说了。说什么？我将我们相遇的事情变成趣闻，说给表妹听。没想到表妹与梅郎君竟也相识，真是令人意外。怎样的趣闻？梅郎君做了什么，自己不清楚啊？放心，我只是据实相告。梅郎君与我等偶遇，后来遭遇匪徒，吓得我家婢女小悟小珍花容失色，是梅郎君英雄救美。后来与我们同桌儿时促膝长谈，他二人现在还仰慕梅郎君呢。哦，对了，表妹，梅郎君还祝我们彼此不负。瞧瞧，多大方！他一向大方。梅郎君，这次来所为何事啊？裴郎君此次前来，又是何事？梅郎君难得对旁人感兴趣。裴家生意以香料起家，这次斗香大会，表哥千里而来，暂居国公府。郎君莫怪，小生素日以制香为号，对气味颇为敏感。五娘子，昨日你驾走我的马车，我一路步行回城，想必我的腿伤肯定是复发了，只好再打扰五娘子几日。这恐怕不合规矩吧？这国公府内院，岂是一个外人能住得了的？裴郎君能住，我自然也能住。你我可不一样，我跟表妹是青梅竹马，少时我就住在这儿。我与五娘子乃生死之交，前些日子我也在这住。行了，都住下吧。我这国公府能养10个。梅郎君，觉得我这一生如何？敢问裴郎君，西郊之遇，可是偶然？世上哪有那么多偶然，都是机缘。那昨夜，裴郎君可曾去过我房间？
梅郎君，可是丢了什么东西？没有。那就好。其实梅郎君不必故意揣测我来长安的用意。虽名义为斗相会，但我并不在乎。我在意的只有表妹。看得出来。前几日，梅郎君说心仪的女子，可是表妹。是。既然如此在乎表妹，为何又说无缘呢？我自然有我的缘故。看来在梅郎君心里，表妹没那么重要。梅郎君，房间已经备好了，郎君可以先去休息了。弟子就说嘛，郎君的药就该下得狠些。我还是心太善了。我记得少时我们常玩这个，不过那时花样少，见识也没如今的精美。日子都是越来越好的，我却觉得少时好，那时只有你和我。不过表哥的头弧数倒是比小时候差不少。是啊，多年未玩了。听闻表妹喜欢才子佳人的画本，这些都是最近时兴的，我替你搜罗了来。不喜欢了，这些画本写的都是女子择婿、郎情妾意、缠绵悱恻的故事，无趣。虽说这故事俗套了些，但结局圆满呀。圆满？何谈圆满？都成亲了？女子这一生最重要的事情，就是找个如意郎君。为何？什么？我说，为何女子这一生最重要的是找个如意郎君？女子玉软花柔，自该找个依靠，有个归宿，如珍似宝的被人护着，一生一世，百岁无忧。表哥说的对，女子这一生最重要的是找个靠谱的依靠。小心！什么情况？我人缘好呗。那明日一早，我来接五娘子去斗相会。表妹，你这是？明日我可能看不了热闹了。受人所托，要做相伴。那明日还请表妹多给几分薄面。斗相会。此次斗相大会分为凡品、能品。药品、一品、次级，依据品级
选出评级最高的香，进入最后一轮。最终由在座诸位与相伴共同选出最终胜者。而今年的奖励正是举世难寻的齐角椒。甄姐，怎么是你？我家柳娘子呢？梅郎君如今这般喜欢凑热闹，你来这儿我不放心，只好托四哥带我过来。更有安碧罗安大师作为相伴，有请安大师。长安斗香盛会，起！在下乃齐州九合香坊调香师，这些年游历海外，寻得莫罗国的沉香，配以苏合油封存100日，调得乐油香，献给诸位官人。配方倒是精简，可沉香有何可奇啊？高老说的是，我看这香倒是挺有意思，木香中似乎带有石蜜的味道。敢问这位郎君是？昆州裴季雅。难怪裴家香料名重天下，早听闻裴郎君于香道之上也是颇为精通，想来便是做了香判席，也无人敢与智慧吧。先燃香试试吧。这馥郁香味中还有股什么味道？是血腥味。安某并未闻到丝毫香气。这姓安的怕是感染了伤寒，鼻子塞住了。胡说！安大师品味超群，这叫不同凡响。哦。清河县主，敢问为何只给凡品之级呀？我觉得这香气中有一丝血腥的味道。血腥？县主不妨详解。此香虽奇，但采割颇为不易。听闻莫罗国的奴工们都冒着生命危险登上悬崖峭壁，只为取得沉香木的香蜜，过程不知付出了多少鲜血与汗水。想来县主也是想到了这里，才觉得这乐油香
名不副实了。这位郎君，博学多闻。香变斗香，对我贞洁岂没弄眼错神？切！此香名为旧时香。旧时香，这名字起得也太随意了些。此香乃是我自行创制。罢了罢了，裴公子。先请吧。就是香。裴公子千里迢迢而来，参此盛会，为何拿出来的香料却是如此平常？大师有所不知，我这香只为一人而来。县主可喜欢？喜欢。可见少年时园中百花盛放，秀世春光。不过，你为斗香会准备了这么久，又不远千里而来，只为燃这回忆之香，多不值得啊！听闻作诗者，有人为天下事，有人为一人事。我不为天下人欢心，只为讨一人欢心。此刻还有一旷世奇香，出自安碧罗安大师之手，作为斗香盛会的压轴之作，邀诸位共赏。安大师的香，安大师，他已有近2、3年未亲自调香了。果然这次不虚此行啊！确实。
这么精，真是难得一见呐。这香炉由灵异通天4角所雕，世所罕见，但论价值，不比其中香料万亿。那此香何名呢？麒麟香。麒麟香，原来这就是麒麟香啊！我听闻此香乃是安大师新作，集天地灵气所成，然之可伤1个9重，香闻数里。若岁岁浸淫其中，可使人青春不老，精力不倦呐。房子制成，以凤羽为主料，再将龙鳞研磨成粉，辅以苏合、安息、龙涎等100种香料，或云需1000日而成。哎呦，凤羽龙鳞啊！故作玄虚，这世上哪会真的有传说中的东西？不许这么说，安大师，他一定自有用意。是认真的吗？怎么有股屎味？切莫多言，怎么能质疑安大师呢？大师所制之香，无与伦比，只能是我等凡辈层次不够，不能享受罢了。太丑了！谢了。我这香如何？这个，太丑了。此香确实不俗，似有些泥土清香，如春日之阳化隆冬之雪，万物出发，妙极妙极妙极！数年未回长安，如今的品味竟这般特殊了。妙极妙极呀！那你给这个香打什么品级？大师亲手所做之香，我等怎可妄言评？我问你打什么品级？当然是一品。一品。高老，你呢？
吴二娘子，你觉得？我觉得之前的香虽有差异，但好歹是香气。安大师这香，此香怎样？有股触碰的味道。触碰的味道？难道不是吗？还是跟小时候一样，不给人留半点颜面。诸位觉得呢？确实是粪土的味道。对呀，确实是粪土的味道。这个味道就是不适合我们。你看，不光我一个人这么认为。你们这些乳臭未干的小子，什么也不懂！这麒麟香，我用了多大的劲儿！香中龙鳞，乃灵力之力；所谓凤羽，乃白鹤之羽。虽是平常，但取羽之法却讲究得很。羽是惊恐哀痛的诱饵，其汗下之语，才有愈浓重愈馥郁的香气。尽葬。甄姐呢？报，东侧卫巡道人。报，西侧卫巡道人。报，北侧卫巡道人。别报了，巡道人再报。 在那边，甄姐，不是，他们是怎么过去的？难不成还能飞过去啊？这不可能吧？在拖延时间，在我追死他们之前，先解开你这个骗子！ 后者有鬼！你没事吧？ 表妹，表妹，表妹，你没事吧？小朱宇，小朱宇，你原来这么厉害，你怎么从来没有告诉过我？梅四婶，你刚才那一剑好帅啊！哎，我剑呢？梅四婶。完了，我这以后真是梅家最差的那个了。梅四婶，有没有考虑调来我们禁无卫啊？哎，梅四婶，有没有考虑来我们禁无卫啊？哎，梅四婶，哎，梅四小朱宇，我先走了。 小朱宇，
我真的都不敢相信，你刚才是怎么做到的？哎，有没有考虑过了呀？啊！妖媚之物，自该斩除。可我不杀你。我知道斗香大会，你并非有意伤害无辜之人。选择安碧罗，也是为了震慑众人，让他们不敢再为一己私利虐杀生灵。他罪行累累，律法会给他应有的惩罚。恐惧会夜夜与他相伴。只是你，既恨已难消，难道真的要以怨气为食，生生世世？太玄太星，应变无形，心会元景，六神暗灭，散。是你？都是安碧罗干的。是。为了一己私欲，将残害这么多生灵，真是……你为何在这儿？想到安碧罗中邪时说的话，于是寻了线索而来。这里是他2个月前住的地方，我猜与斗香会有关，就过来看看。我也是，可惜只剩这些残骸了。错了。叫你什么好呢？一只鹅，鹅，曲项向天歌，白毛浮绿水，红掌拨清波。甄姐，你这学问退步的有点快啊，要不过2日我送你本《三字经》。管好你自己吧。你何时来的？在你咏鹅的时候啊。五娘子是在给这鹅取名字？给鹅起名字？难不成炖汤的时候还得给它立个碑啊？你小心说话，吓着我儿子了。你家儿子？蛾子，他的名字，以后你就是我儿子了。你儿子？你们猜猜我是谁呀？看不到我吧？啊，看不见吧？看不见吧？哎，这次云游啊，收的新货呀，一个书法大师啊，特意卖给我的隐身衣。您真觉得这东西跟术法有关系？先不说这个，我只不过是出门游历3个月，就当上了外祖父啦。
啊，这也太快了吧！你，你，谁的？姑父，武国公。梅珠雨见过武国公。好，挺好，挺好。经常见的，和许久未见的，还有头回见的，挺好，挺好。您要再不回来，我以为自己没爹了呢。我也只不过是听说有2个郎君住到了咱们府上嘛，长安城里啊，哎呦是众说纷纭呐，人人皆睹。爹爹我十分关心呐。原来您是回家看热闹的。不，只是担心我小女儿啊，所以这2个到底哪个是我的女婿啊？爹爹主意哪位啊？我不好选呐。不好选啊？那就先把孙子抱上。哎，珍姐，梅家小郎君啊，不知梅家小郎君对我家珍儿是？姑父，梅郎君是因我之故才住到府内，而我这次来到长安，是为了求娶表妹，还望姑父应许。梅兄，这几日未曾在玄剑寺见到你，我可听说了诸多市井流言，究竟哪个是真，哪个是假，连我都分不清楚了。啊？你都听了些什么？我听城里大家都在传。一会儿说你被清河县主赶出了长安，一会儿又说清河县主另结新欢，啊，一会儿还说有2位郎君自请入住国公府，就如夏日里的瓜，一茬接一茬，一茬接一茬。我前面的故事都还没消化完呢，这不又听说了窦香会之事，说是武艺高强的梅家郎君救了县主。我一寻思，这般优秀出众的，那肯定不是我们梅四郎吧？好了，别嘴贫了。一大早找我，有什么事？有事，大事。梅兄，这个案子确实是有点棘手。听说了吗？这长安出现了妖！哎，我听卖烧酒的说是只猪妖。你放屁！明明是。敢问2位，所谈妖怪是从何处听说？嗨，这城里啊，不少人都传开了。哎，走了走了。哎，你说谁是猪？你不可以打我！你全家都是。梅兄，你们聊什么呢？听闻长安已有不少人开始讨论妖异之事。不可能，
我们明明一再嘱咐附近百姓，不得对外多言，就怕引起人心不稳。此事才不到1日便传到这种程度，不仅是几句流言这么简单。梅兄的意思是，有人在背后推波助澜，也不是没有可能。梅兄，所以你是想让我去查磨坊的登记名册？我看的痕迹关键在墨，而墨中之力并非妖力，更像是一种邪术。邪术是啥？你们可曾听过压圣术？没有。简单来说，是一种禁术，施术者未经多年修道，而是以肉体为代价习得此术。那梅兄，这个案子是怎么看出是压圣术的呢？对啊，但凡妖物死后必定化为原形，哪有凭空消失的道理？既无实体，那便不是妖。压圣术便是如此，将自己的部分意识融入到外物之中，继而达到能操纵外物的目的。那老虎死后的痕迹，便是压圣术的外化。原来如此，现在可以给我了吗？给。那我们该怎么去查这个施术者呢？是从磨坊入手？如今只能用此笨办法了。玄剑司办案，烦请出示一下账册。账册，我小店的机密，你们那个什么司那也不能。行，劳烦跟我走一趟吧。徐剑司，我可不要去。我呢，稍等啊。景公公。您慢走。四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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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四哥！原来长安墨药出自这些画作。四哥，行了，行了，起来！四哥，来。走开！住手！想救的就别过来！清醒了吧？我怎么在这儿？我怎么了？
这些魔妖已遍布城内，须得先将他们引出长安。你怎么在这儿？我来看四哥。我来看你四哥。听说你把小四揍了一顿啊？四哥之前神志有异，我只是帮他清醒。神志有异？因何有异啊？压胜术。压胜术？你们俩干嘛呢？你们怎么在这儿？你去哪儿了？去听我爹的骂了。他说我成日不学好，净看志怪杂书，才中了邪。那梅小郎君又怎么得知小四中邪的？我碰巧来看望四哥，才发现四哥不对劲。对了，四哥，你作画用的墨还在吗？我去看看。应该是用完了。那四哥无事，我便先走了。慢走。怎么了？五娘子可否同我一起？小四，我也走了。好，再见。梅思时怎会知道这压胜术？玄剑司案牍库中，60年前的案卷里有关于此类邪术的记载。这都能记住，记性真好。今日四哥无故被害，甚是诡异。不知五娘子今日可还好？平安无事。梅思时可好？
一切安好。不知道梅司使这次准备在国公府住多久？五娘子说过，即使再有10个我，也是养得起的。养得起是一回事，想不想养又是另一回事。毕竟梅司使之前说要走，现在又赖着不走了，总让人忍不住多想。你也说过，你不在意别人的想法。那万一我想在意呢？毕竟我爹爹总问你和表哥之间我选谁，我总要替你寻些借口，让爹爹不要再误会下去。对吧，表哥？这大半夜的，表哥在这干嘛呢？我见表妹未归，有些担心，就出来看看。表哥怕是忘了，我最爱花天酒地，夜夜笙歌，因而这银夜归家实属平常，有什么好担心的？表妹说话还是这般有趣。不过，梅郎君为何在此？难道是和表妹一起听曲赏舞去了？碰巧遇上了。梅郎君和表妹还真是有点缘分。我与五娘子自然有缘。表妹，天色已晚，回去吧。表哥小心。裴郎君，日后走路可要看清楚些。我有表妹在，自然就不劳烦你担心了。这长安也没那么好看，倒不如昆州热闹。有什么热闹的？百姓们都在太太平平的过日子。表妹若是不信，不如跟我回去看看。昆州如今山清水秀，人杰地灵，定叫你乐而忘返。我考虑一下吧。我困了，先睡了。梅郎君，你猜表妹会答应我吗？我不知道。我想，她会的。毕竟，旁人不会像我这般，把她装在心里，一装就是10几年，如珍似宝，独一无二。对了，梅郎君还祝贺过我和表妹，想必定不会食言，出尔反尔吧？我说的是，若彼此真心相待，天定不负人意。只是不知裴郎君与五娘子是否彼此真心。这灯便送给裴郎君了。日后走夜路，还是要看清楚些为好。来吧，来吧，来吧，来吧！
梅家小郎君啊，怎么，这饭菜有什么不妥吗？啊，没有，只是在下未曾想到今日早膳如此丰富。哦，梅郎君平日吃的清淡，可能不知道，姑父呢乃是国公，所以这早膳实属平常。哎呀，珍儿，快点用早膳吧。聊什么呢？哎呀，梅郎君惊讶于国公府的早膳如此丰盛，我正准备跟姑父说起一位饮食高人。哦，他对饮食颇有研究，回头我就把他请到府中，照顾表妹。啊，倒也不必这么麻烦。怎么，表哥觉得府里招待不周？当然不是。我既然有心求娶表妹，自然是要为你考虑，希望表妹可以过得更好。那个裴家贤侄啊，前几日你说要求娶我家珍儿啊，你可是真心实意的？当然，我母亲近来身体不好，无心顾家，所以表妹进门便是裴家主母。我裴吉雅发誓，此生此世绝不纳妾。好啊，不纳妾好啊！看来你对珍儿是全心全意啊。那梅家小郎君，你有什么话要说吗？没有。啊？难道你还要纳妾呀？国公误会了，在下只是未曾想过婚娶。哦。那梅家郎君对于我和表哥的婚事有何看法？这个只怕要看五娘子自己的想法。国公，见过国公，县主。冯内侍，你怎么来了？陛下和皇后娘娘请你们两位进宫一趟。难不成是我妹发妻的事情，又让他俩知道了？国公爷大可放心，这回不是您的事儿，是公主。认真。御苑那棵白茶树最得公主喜爱，却不知为何突然枯死。陛下和皇后便做主将她伐了。公主为此郁郁寡欢，一直哭到现在呢。走，慢点。郎君，该服药了。
没想到梅郎君有这般爱好，喜欢做这梁上君子。若不梁上走一走，怎能看到裴郎君行如此鬼祟之事？这话说的，我一直都感谢梅郎君在客栈中出手相救。不知是何处得罪了梅郎君，竟要这般栽赃于我。制造妖鬼，妄图祸乱长安，何谈栽赃？这妖异之说，自古都有。近日不知何故，长安百姓有所提起，都是些谣言罢了。梅兄怎会煞有其事地问到我这儿？想必裴郎君心知肚明。没私事，要不进来查查？我是想提醒裴郎君一句，这行于黑夜之人，终将会被黑夜吞噬。君知道了，可会有麻烦？无妨，反正这姓梅的也留不得。二位小郎君，等久了吧？啊，姑父，来，倒酒。国公见谅，我从不饮酒。我知道啊，知道梅小郎君你不胜酒力，不过这不是酒，这叫杏子黄，是一种果饮罢了。啊，你先尝尝啊！哎，我说贤侄，你可不能说你不能饮酒啊！我家真儿可是很会喝酒的。来，干了！国公爷，我家郎君不胜酒力，有你什么事儿？来，尝尝，来给老夫一个面子啊！如何呀？是不是酒香四溢，入口即化，回味绵长？哎呀，琼浆玉液也不过如此啊！怎么样啊？啊？如何呀？这酒香甘冽，又有果子的酸甜，当真是好酒。贤侄啊，既然你是海量啊，今天我们就喝个够，酒管够。姑父，表妹的事，表妹海量啊，喝吧，杏子黄啊，杏子黄。他们在干嘛？国公爷说了，今晚同梅郎君和裴郎君不醉不归。若是二娘子回来了，便知会一声。这都醉了酒，要照顾哪个，请二娘子自己看着办。爹爹是想考验我，这招数可是费些脑子的，不是他想出来的吧？哎呀，好运呐！哎呀，国公喝醉了！哎呀，阿姐想的了。哎呀，好运呐，好运呐！哎呀，你们国公也喝醉了。哎呦，真儿，你回来了。你这两个小郎君喝了不少啊，照顾照顾他们吧。
你都跟我走。好晕呐，好晕呐。表哥，我送你回房。梅郎君，奴婢送您回房。明庄娘子，不用管我，你去忙吧。我说什么来着？看来真儿还是对他表哥更在意一些呀。梅郎君不是不喝酒吗？酒量看起来还不错，可这么喝真是暴殄天物。杏子黄得慢慢品，才能品出其中滋味。而且这酒后劲儿大，你这么喝，怕是太过了。你不是送你表哥了吗？还来管我做什么？真喝多了。你是不是不认得我是谁？你是果子。什么果子？你是果子，从我家树上掉下来的。这是我家的树。走吧，果子送你回房间。你要离那个裴郎君远一些，他不好。好，我们家梅郎君最好。走吧。另一段你的剪影，随寻香满屏，门庭之夜的轻盈，寄相思云缕。可借这海烟和情，聊表我柔情。而那句心悦君心，却羞于言明。与你的深情，我如有一夕光晕。总是如此招惹我。光所寄都残如心。
个人喝了酒还会栽赃人了。是我的土地，似流水无情，也紧随你穿行。此生岁月已实在折腾不动你了。靠下。你是我父亲生的来意，也不知你到底怎么想的。我是怎么回来的？表哥，一会儿带你去吃城西的烧饼。这2日，清河县主和裴家郎君同进同出，这众目睽睽，走街串巷，四处游玩，这长安都在传，说他俩要定亲了，此事可真？我不知道。啊，梅兄，你和清河县主真的没戏了？我要的东西呢？哦，拿来了，这便是梅兄要的。柳尚书说，上面是安禄阁中关于邪术的所有记载。劳烦聂力兄替我多谢柳尚书。不过梅兄，你成日守着那县主，终究也不是个事儿。你要真关心他，不如主动些。我不怕他心有所属，我只怕他喜欢上不好的人。银庄娘子，这是在干什么？自然是我家郎君的聘礼。聘礼？五娘子答应了？此事已然心照不宣。今日我家郎君约了县主同游，2人独自相处，便是求亲之时。独自相处？他们去了何处？长安城外，临安江上。小雾、小珍，为何故意将此事告知梅郎君？明庄娘子，这是什么话？是梅家郎君问，人家才说的呀。五娘子，五娘子，不好，这相不对。梅刺史，我家郎君正与清河县主在临安州游赏，无关人头。
不得打扰。抱歉，还是得打扰一下。梅司使。 你是谁？走，那降压之术吧。 小郎君倒是有事的。何时中的招？你马车里的香，你没中招。表哥留在马车里的香，想来就是为你舍的去。
并非以男女之分，而是我不能陷你于困境，所以未敢言明。我很后悔，那时在西郊花海，明明起心动念，却委屈不前。灯看破了夜幕在何处？双眼明灭之中已妄图，因你在一场大雾最深的感触，脚步声从未停住。是人非同类做殊途，骗我于太过多事的救赎，给世俗一个借口来禁锢来了悟，到最后谁先臣服？艳阳天台星河，赶赴长安月色，血肉可将魑魅一一斩落。正应当岁月野火，可算是配得我，定会
是清澈还是浊？你我伴着笙歌，错字也不归客，与所有声音汇聚成烟火。趁春欲动的此刻，游荡三千灯火，看我迎着风波。表哥这是？你我破了阵，他自然会被邪术反噬。表妹，看到你无事，我便安心了。方才船上那书，表哥莫不是记错了？我们并没有带书上船。可我明明看见……表哥不该修习那压圣术。瞧瞧，这青天白日的，都撞了邪。所以，那阵法真的出自表哥之手。表妹，可否单独一叙？说吧。这阵法，不过是我偶然间习得，为了玩闹罢了。玩闹？我二人差点在阵里丢了性命，你管这叫玩闹？表妹，你误会了，我并不知你会误入阵中，我更不会害你性命。不会害我性命，便是想害他人性命。表哥好心机，明知道他对你有所怀疑，便故意引他来临安江，还往我的马车里放了迷香。迷香。总之，我今日邀表妹来，是为了将我的心意全盘托出，我绝无半点害人之心。我不需要你爸。佩姬啊，你若不想受苦，就配合我。你干什么？帮他。虽说灼痛好了，但你这只使用邪术的眼睛，怕是好不了了。如今你必须好生休养，若是再执迷不悟，谁都救不了你。幸好昆州山清水秀，人杰地灵，最适合降阳。昆州，表哥要回昆州，即刻启程。表妹，你用右眼修炼邪术，现在变成这样，是自作自受。难道你还想让陛下知晓此事？表妹，你好绝情。我自小便绝情，你应该知道。我们走吧。你怎么在这儿啊？等你，有话同你说。我在你这儿住了许久，旁人见了终归不多。如今裴郎君的事情也了了，我今日便回去了。我不在乎别人怎么看我，可我在乎别人怎么看你。叹人间的烟火，花盛开凋落，旧日梦染心头，镌刻过往无痕，烛影乱
千里舟，四季流转蹉跎，夜雨声寥落，泪已沉默。随繁星远走，一回首，时光斑驳。你是天荒地老的坦途。如果情节能重来，万物更改。对不起，是我不好。从今往后，我断不会容许自己，也不容许旁人再伤了你。那若是我伤了你呢？你伤我做什么？那可说不好，谁让我脾气差，品性也不好。只要你想，做什么都可以。梅四婶今天是怎么了呀？光这半天的功夫，就已经走神10几次了，还眉目含笑的，不会是又要升职了吧？你这一上午什么都没干，就在这儿数梅死使走神了几次，笑了几回？哎呀，这不是太过新鲜了吗？从没见过他这样。不过确实有点新鲜，但按理说也不应该啊。这眼下长安都在传，说是梅司使和那位裴家郎君在国公府争风吃醋，惹了清河县主不悦，把他俩呀都赶出来了。我还以为他今日当值，肯定会哭丧着脸呢。你们说谁哭丧着脸？当然是梅四使。梅四使，我们绝不是说你，绝不是说你。那你们说谁？说金无畏的黄佐领。他为何哭丧着脸？方才金无畏那边又丢过来个案子，说是黄佐领忙着要给清河县主介绍郎君相看，没空处理。所以，就又推到了我们这边。梅司使，你怎么来了？今日金无畏推了一个案子给玄剑司，我仔细看了看，发觉该案应属于金无畏的辖管范围内。我今日来了个朋友，那些公文就想着劳烦玄剑司和梅司使帮个忙。听闻黄佐领有朋自益州来，想来便是这位郎君了。在下宋瑶，玄剑司梅主语。梅司使，我宋兄虽在益州军中，但这些年颇受益州刺史赏识，前途无量。我想着与武二甚是相配。原来如此的确相配。多谢梅司使。既然宋郎君在益州多年，又备受重视，想来对益州之事也十分清楚。自然，我对益州了如指掌。梅郎君如果想去益州游玩的话，有问题大可问我。游玩倒不必，只是有些事想请教宋郎君。听闻益州北边大旱多日，不知如今可有缓解？许是有吧。益州塔山盗匪猖狂多年，想来也已经解决了。应该差不多了。益州克县利益频发，可找到了源头？
找到了吧？那沱江水患，其实这些并不归我管，所以我也不太清楚。啊，是我唐突了。这些是自我上任以来，金吾卫移交玄剑司的案子，我又重新翻了翻。虽说都已做了处理，但还是希望黄佐领能够复查一遍，在其位谋其政。想来黄佐领不会拒绝他。是。这用错了心，便如射错了靶。听闻宋郎君是个精通骑射的高手，想来不会犯这种错的，对吧？你都听到了？听到了一点。1年8个，勇武有力。黄奕干的，不关我的事。我知道，今后他不会再给你介绍郎君了。明日之后，金吾卫会忙得很。姐夫，四哥，我记得我是你堂弟啊。是，我也想起来了。过来，小朱宇。本来听说你跟裴家表哥被赶出国公府，我还想着安慰你一下，可没想到是我想差了。小朱宇，真给梅家长脸啊！别闹了，四哥，我是真的喜欢他。看出来了，我原本觉得你跟珍姐不配，可现在我是真盼望你们俩能在一起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我情况如出一辙呀，我自然将心比心。哎呀，不过你四哥我终究是四哥，比你走得快，走得远啊。你看，厉害！他口中含有松香，吐气时松香碰到火把，自可使火焰升腾，并非绝技。郎君，认真严谨、博学多识是好事，但有时候不必这么博学。是我多嘴了。下雪了。今日怎么会下雪呢？不喜欢下雪。衢州从不下雪。今年早寒，这雪下的也早。怎么了？记得年幼时，每初雪之日，我娘都会煮上3颗鸡蛋，一人1颗，说是这样，便会福寿圆满，岁岁安宁。一晃眼，这么多年过去了。老板，结账。
周宇，猜猜娘手里拿的是什么？鸡蛋。你怎么这么聪明啊？娘说了，每年第1场雪都会给我煮鸡蛋。想吃哪个，自己挑一个。这个，大的给爹吃。去吧，真乖。爹，鸡蛋。我去买个东西。我去找一下小毛。我等你啊，柳娘子。哎，小周瑜，甄姐可有说什么时候回来？小周瑜，发生什么事了？你没事吧？甄姐和柳娘子呢？走。小周瑜，你别太着急。甄姐她不会有事的。她不能有事。小周瑜，你不用太担心。周瑜，找什么呢？柳娘子。你们去哪儿了？去哪了？怎么了？18年前那晚，也下着雪。绿灯看破了夜幕在何处？我以为。双眼明灭之中遗忘。我以为你也不嫁。是我不好，不该离开的。脚步声从未停住，是人非同类做殊途，骗我于太过多事的救赎。你没有不好，你很好。一个借口来禁锢，来了无。到最后，谁先臣服？鸳鸯天台星河，赶赴福寿圆满，岁岁安宁。血肉可将魑魅一一斩落，正应当岁月野火，可算是配得我？定会是清澈还是浊？笙歌，错字也不归客，与所用生因汇聚成烟火。蠢蠢欲动的此刻，游荡三千灯火。看我迎着
风波，看我顶着。哎，听说了没？咱梅兄和清河县主又好上了。这前2日还听说两人闹了别扭，这变化这么快？对，果然这世间之事都是变幻莫测，波谲云诡啊！要我说，那些流言蜚语就不能太信，搞得人心情忽上忽下。哎呀，2位小郎君，你们没事吧？哎，哎，你说你们2个也不小心着点儿。您是来办案的？不，我找人。找我？找梅司使，宫中有请。见过陛下，皇后娘娘。梅小郎君，你不用跪了。阿姐你太偏心了吧？行了行了，起来吧。哎，快起来吧。你呀，也不要怪你阿姐，想来她也是为你高兴嘛。听说你俩好事将近呢。听闻你俩情投意合，这可是真的？明庄又给你报信了。满城流言纷纷，都这样了，我还需要大材小用，让明庄来说一嘴？皇后娘娘，这不是流言。梅郎君好似有点不一样喽。大概是因为在遇到五娘子之后，明白了一些事。你看看，现在他2人就是密不可分呐。不如这样吧，朕和皇后立刻就下旨赐婚于你俩，可好啊？赐婚？啊？梅郎君之前跟父亲说过，未曾想要婚娶，如今可还是这个想法？成婚这种事情，哪有你们这样强行按头的？陛下，娘娘，如今我想娶她。什么时候五娘子愿意与我成婚，我便什么时候娶她。你想清楚了？想得十分清楚。哎呀，哎呀，太好了！太好了！五娘子，何事啊？我自小在衢州长大，受师父教养之恩。现如今他虽已身故，但我还想回去与他说一声。你想回衢州？衢州路远，我想今日就出发。今日？这么着急？早点去，便早点回来。给我10日，10日后我便回来。五娘子，我说过的话，必言而有信。我知道了。风吹过眼里，痛灵犀，风传来梦语，无人听。越无情，就10天。越多情，越拥着云，越加寻觅，寻你。后来风止，后来月落，后来无你。10天，我
一定回来。长夜沦陷在梦里，后来心动，后来破晓，后来的风景，我在似是烟火中寻你。上窗棂不肯离，越拂过眉心是回忆，越无情越多情，越拥着云，月下寻觅是你。后来风止，后来月落，后来无你，漫漫长夜沦陷在梦里。后来心动，后来破晓，后来的风景，我在似是烟火中寻你。后来风止，后来月落，后来无你，漫漫长夜沦陷在梦里。后来心动，后来破晓，后来的风景，我在似是烟火中寻你。我在似是烟火中寻你。武师兄，还以为时师弟在长安锦衣玉食，舍不得回来了。武师兄，说笑了。武师兄是在这里等我吗？不是，是鱼肥了。我刚摆完的持阵。武师弟，你也不拦着他点儿。我没拦住。对不住，三师兄。我以为只是原本的桃林和竹林换成了池水，竟没想到阵眼在这儿。还不是因为霜降那家伙种梨树偷梨，种桃树吃桃的。我那些果子可全都是暗器，全都被他给吃了。10分威力的阵法，生生吃了7分。我就寻思吧，哎，我挖个池塘总可以了吧？结果他一回来就跑到我池塘这儿捞鱼，捞完鱼还当着我面烧烤。我这阵法哪是为了防外人，全都是防他的。赤华，别废话了，赶紧进去吧。二师兄，
见过各位师兄。